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10招内打败古河后，古河也信守承诺，今日不会再插手萧炎和云岚宗之间的事。他的心中一片苦涩，或许云韵的选择并没有错，他的确不如萧炎。随着古河的离去，一些被他邀请来的强者也都离开了。云山原本打算让古河和萧炎等人大打出手，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。现在古河一离开，他也缓步走向洗台的边缘。这一次，他绝不会让萧炎活着走下云岚山。云山释放出属于斗宗强者的气息，下令让云岚宗众人对今日入侵者一个不留。他要让整个加玛帝国的人都知道，敢犯云岚宗，杀无赦。萧炎瞥了一眼一脸紧张的云韵，云岚宗害得萧战失踪，又毁了萧家。今日不是云岚宗在加玛帝国除名，就是他萧炎命丧此处。云山被萧炎一口一个老狗气得要死，口不择言地说：“小杂种，也是你父亲没在我手中，不然的话，定要他好好受一番折磨，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。”见云山终于承认父亲的失踪和他有关，萧炎一脸嘲讽地看向云韵，云韵小脸苍白。当年他信誓旦旦地说是萧炎误会了云岚宗，现在云山的话犹如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脸上。想到萧炎现在对自己的恨意，云韵的身躯便有些摇摇欲坠。萧炎狠着心将目光从云韵的身上移开，他已经猜到萧战是在魂殿的手中，而云山也知道药老的灵魂体在他的体内。面对斗宗级别的云山和藏在暗处的魂殿，萧炎今日不得不加倍小心。云山下令让云岚宗弟子动手，在云岚宗众位长老有所动作前，海波东喊着不能让他们结阵，便立刻飞身上前率先攻击。他的身后，法马、嘉刑天、阴谷老、紫妍等人也全都迅速跟上。天空中两支恐怖的阵容很快就陷入了混战。云山的目光扫了一圈战场，冲着云韵说：“等解决了萧炎这个小杂种，再来教训你后，便脚踏虚空，悬浮在萧炎不远处。”一股深青色的斗气从他的体内暴涌而出，感受到云山体内越加强悍的气势，萧炎施展出天火三玄变，提升实力。此时的萧炎表面实力已经不逊色于4、5星左右的斗皇强者，再加上焚诀和洗髓过的肉体，以及众多高阶斗技，他能够发挥出来的战斗力足以和斗皇巅峰的强者一战。萧炎和云山迅速对碰了一下后，便召唤出了很久没有用过的紫云翼。紫云翼可以和斗气所化的双翼叠加，再加上3000雷动的地阶身法，展现出来的速度，即使是斗宗的云山也不敢掉以轻心。萧炎紧握重尺，瞬间出现在云山面前，施展出一记8级崩。云山看向自己胸膛处萧炎留下的鲜红拳印，萧炎是他进入斗宗以来唯一一个在他身上留下拳印的人，这让云山怒火暴涌，他施展出一股强大的威压，这股威压引起了海波东等人的注意，他们有些担心萧炎，但现在也都分不开身，只能在心中祈祷萧炎能坚持到他们腾开手去帮忙。云山的气势给萧炎的感觉比苏千大长老还要强上一些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闭上眼睛，琉璃莲心火迅速在身体表面弥漫，将云山对他的气势压迫降到最低点。在和云山近身搏斗了10几回合后，萧炎施展出焰分噬浪尺，一道庞大的碧绿齿芒划破空间，直奔云山。云山眼瞳微微一缩，施展出大悲司封手，趁着铺天盖地的能量扩散而出，萧炎瞬间出现在云山面前，一拳砸过去。云山抓住萧炎拳头的时候，看到萧炎眼中出现一抹讥讽，而后一股冰冷中夹杂着异样炽热的劲风出现在他身后。云山来不及回身防守，就被药老打得鲜血狂喷。海波东等人看到药老出现，终于有点放下心了。而稳住身形的云山在见到药老后，手掌一拍，将药老交给魂殿等候已久的雾护法来收拾。雾护法的出现让萧炎和药老的脸色变得十分凝重，突如其来的变故也让海波东等人不再留手，准备速战速决，然后去支援萧炎。有雾护法在，药老分不开身帮萧炎，萧炎让他缠住魂殿的人就行，云山由他来对付。开战前，雾护法让云山不要把萧炎给弄死了，萧家还有魂殿需要的东西。听到雾护法的话，萧炎心神一动，猜到了魂殿对萧家出手应该是为了驼舍古地狱。魂殿的武器黑色锁链有专门克制灵魂体的功效，寻常灵魂对上魂殿的捕猎者，发挥出来的实力都会大打折扣，但这种克制对上拥有古灵冷火的药老却没有多大效果。当年药老能逃过魂殿的追捕，靠的就是他的异火。雾护法在施展出3段魂锁，发现对药老没有半分伤害后，便催促云山赶紧解决萧炎。听到雾护法的话，药老的攻击也越来越凌厉，但他现在毕竟只是灵魂体，想要短时间
间内击杀斗宗级别的雾护法还是有点困难的。接收到催促的云山心中一惊，便决定一招解决了萧炎。他凝聚出一柄宽大的青色长剑。萧炎在感受到长剑蕴含的可怕能量后，迅速施展出薰儿留给他的开山印。云山的长剑在离萧炎仅仅几十米的时候，开山印陡然浮现，庞大的能量手印撞上长剑，一股宛如实质的能量波动，让周围的空间都变得扭曲。空间恢复后，出现在众人面前的萧炎和云山都十分狼狈。洗台上的云韵看到云山滴血的手掌，心里十分复杂。他既不想看到萧炎死在云山手中，也不想看到云山被萧炎所杀。此时的药老和雾护法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衡局面，但药老毕竟是灵魂体，论持久力，他是无法敌过雾护法的。萧炎迅速扫了一圈火爆的战场，一咬牙便决定动用自己真正的杀手锏。他吞了一把丹药，稍稍恢复了一下斗气，便召唤出3种异火，准备融合。见到萧炎的举动，云山脸色大变，身形瞬间消失。早有准备的萧炎，在身形急速后退的同时，从纳戒中丢出一些玉瓶，朝着云山而去。每个玉瓶中都有一朵不足巴掌大小的火莲。虽然这些小火莲不能对云山造成什么伤害，但却将他追赶萧炎的速度缓了下来。而半空中的萧炎也终于凝聚出了一朵3色火莲。面对3色火莲异样的压迫，云山弄了一道足有10几丈的青色龙卷风，包裹住自己的身形。萧炎低头瞥了一眼自己手中悬浮的3色火莲，此时的他几乎耗尽了体内所有的斗气，灵魂力量也有些枯竭，但他手中散发着毁灭力量的火莲让云山不敢再轻举妄动。萧炎趁着这个时间，利用体内的焚诀抓紧恢复斗气。看到雾护法在药老的攻击下渐渐处于下风，萧炎放下了心中悬着的大石，手掌轻抬，3色火莲在全场目光的注视下缓缓升起。随着萧炎手印的变动，3色火莲化为一道光线，直奔云山。洗台上的云韵再次变得惊慌和不安，他心中清楚，接下来恐怕就能分出这场战斗的胜负了。火莲撞上云山的风旋后，瞬间爆发，所有正在战斗的人都像逃命一样，火速逃离战场。当天空中的漩涡达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，陷入昏迷的萧炎和云山2人被漩涡吐了出来，朝着地面坠落。位于后方的萧炎率先醒来，萧炎一醒便冲向下方不断坠落的云山。他很清楚，必须要抓紧时间痛打落水狗，否则一旦云山稍稍恢复，到时候死的很有可能就是自己。萧炎调动体内的斗气，涌上拳头，正准备对着云山心脏砸下去的时候，下方的云韵突然大喊不要。看着满脸恳求的云韵望向自己，萧炎眼中瞬间变得柔软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